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瑞娜的本业库频道。在这里，瑞娜祝小伙伴们中秋和国庆双节快乐。最近有小伙伴一直喊我找类似于 CRWV 和 NBIS 这类做 AI 基础设施但尚未爆发的股。在找的过程中呢，我也发现了一只上市没多久，但是这家公司有一点黑历史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投资这家公司之前有必要知道这些。希望大家以后在自己选股的过程中也可以参考这个思路，避免一些不必要踩的坑。那么重重提醒一下，本视频呢仅做这家公司的分析，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这家公司呢就是 White Fiber， 是在2024年成立的，简称 WYFI。 它其实是 Bit-Dictail 的转型一部分。Bit-Dictail 呢也是在美股上市的挖矿公司 BTBT。BTBT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5年，当时的名字是 Golden Bill Limited。英文大家可能不太知道，但是说中文的话大家可能就熟悉了。这是传说中纳斯达克中国车贷第一股点牛金融，而我挖到的黑历史也跟点牛金融有关，这个我们后面再讲。我们先看一下 WYFI 它家的业务和商业模式，以及它到底是怎么赚钱的。首先 Bit-Dictail 呢是从2017年就开始做加密货币的挖矿，尤其是以太坊，曾经是行业里面很有名的矿商。但随着挖矿行业的起伏太大，他们决定换个方向，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子公司，也就是 White Fiber， 简称 WYFI。 在原本挖矿中积累下的技术用到更广的领域，比如 GPU 云服务、人工智能，还有科学研究需要的大规模计算。其实从一开始 WYFI 想做的就是提供能跟上现代需求的计算基础设施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要做的服务既能扩展，效率又高，还要具有性能。总体来说呢，他们有 GPU 的云服务，还有自有的 Tier 3数据中心，提供端到端的高性能 AI 基础设施。垂直整合设备呢，包括了电力采购、数据中心设计以及云部署、主机托管和混合部署等。到了25年的年中， WYFI 也不只是 Bit-Dictail 的影子，现在已经转型为做高性能的计算资源提供商。虽然 BTBT 还是持有 80% 的投票权，但他们其实已经不再直接参与 WYFI 的业务了，两家公司的战略也完全不同。再来看一下 WYFI 的商业模式，它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依靠两大主要收入，云服务和主机托管服务。这两种收入呢，都源于 GPU 的部署和利用率、电力供应以及客户订单等因素驱动。那 WYFI 的业务模式具体是什么样呢？很多人就听过云计算和数据中心这些词，也知道现在大家对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大，但要说具体是什么，可能不少人还是有点模糊。那么 WFI 呢，就是这个领域里提供算力和基础设施，帮需要高性能计算的客户解决这个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当你把文件存在 Google Drive 或者是其他云上，它并不是真的飘在天上的云，而是存放在一些超级强大的电脑里。这些电脑就是服务器，它也长得不像我们家里的电脑，更像是一块块黑色的薄砖头，有点像扁平的 DVD 播放器，可以整齐的放在这个金属架子里。这个架子就叫机架，很多机架构成就是一个数据中心。当然，数据中心的环境要求也是很高的，比如你要有很强的冷却系统去给他们服务器集群降温，还有备用的电源防止停电，还要有飞快的网络连接，保证一切都能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。但 WiFi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做的是改造模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不是从零开始盖数据中心，而是去买现成的仓库、工厂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闲置建筑，把里面彻底改造成数据中心，再塞满一大堆 GPU， 这样的话他们建数据中心的速度就能比别人快1倍，成本还能省下 40%。 他们的 CEO Sam Tabar 在上次的财报会议里面就说过，凭借着这种又快又便宜的建造模式， WYFI 正在市场上慢慢的打出名气，甚至已经开始有主动来问的，能不能干脆让 WFI 来帮他们建一个全包型的数据中心，自己只要掏钱租用就可以了。这是一种别人比较难复制的优势，这也是他们在慢慢建立的护城河。
所以它目前的客户类型呢，主要有2种。第一种就是企业客户，自己有庞大的 AI 工作要跑，需要稳定的高性能算力。第二个就是云客户，不想自己买硬件，只要按需租用 GPU 来用即可。所以他们的客户也分布在很多行业，医疗、金融，还有各种依赖计算和模型的技术公司。有些客户呢是直接租用数据中心的空间和电力，而有些呢是用 WiFi 的 GPU 云服务，比如就是直接用户 AI 的应用开发者。GPU 市场呢，就是把 WiFi 的算力转卖给更多的开发团队。所有客户的共同点就是都想要高性能、低延迟，能够支撑 AI 的底层基础设施。因此 WiFi 的赚钱方式也很简单，就2块。目前呢，第一个就是云服务费 GPU 租赁，还有就是主机托管费。基本就是小客户想省事，直接租用 GPU， 用多少付多少。大客户呢是自己有设备，把机器放在 WiFi 的数据中心，付电费和场地费。这样的话 ，WiFi 既能灵活的赚云服务的钱，又能长期收托管稳定的钱。WiFi 目前的数据中心布局，它唯一运营的数据中心呢是在蒙特利尔的 MTL1。他们从2024年底就开始运营这个数据中心，现有的容量是4兆瓦，已经签署了14个云服务客户，也已经有客户在用了，还能继续扩容到24兆瓦。第2个数据中心也位于蒙特利尔，计划于26年上半年开放。White Fiber 呢是最初计划想把这个站点用于 GPU 的云服务，但是由于客户需求的变化，现在改做了主机的托管。如果以后市场变化大的话，还能再切回 GPU 云服务。第3个数据中心预计在今年的 Q4 投入运营，并全部租给 Cerebras 公司。这家公司是一家开发晶圆级 AI 芯片和系统的公司。随着 AI 需求的爆炸式增长，市场急需更强的算力支撑，而且 WiFi 是全债自营的，从电力采购、数据中心建设到云平台都能自己掌控。这样的话，他们部署更快，利润更高，还能给客户提供更灵活的扩展能力。其实它的思路也是很简单的，不是只满足今天，而提前为未来的 AI 算力需求做准备。现在的 WiFi 呢，更像是在打基础，但是如果几个大项目都做满的话，未来也会变成 AI 基础设施里面的超级玩家。那么 White Fiber 的潜力在哪里呢？现在每1兆瓦容量能够带来大约2000万美元的年收入，他们26年的目标产能是76兆瓦，预计能够产生6亿美元以上的年收入，利润 EBITDA 呢约2.1亿美元。按20倍的估值算，整个公司价值可能达到43亿美元。NC1 的超级数据中心是公司目前最大的项目，容量呢最终可能扩展到200兆瓦。如果几年后真的做到200兆瓦，即使按估值保守算，年收入也能达到12亿美元，利润呢大概在4.2亿美元左右，估值也有希望超过80亿美元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技术面。WiFi 的上市当天最高点已经突破，目前呢是在看回测20MA， 这是一个积极做多的一个信号，意味着有主力在做这只股票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回撤到25元附近，也就是上市当天的最高点附近买入，止损呢为22元。当股价接近33元时，顺势卖出一部分，避免出现双顶股价的下跌。这样的话，盈亏比超过了2:1，是个还不错的位置。当然，记住这家公司不能长期持有。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说呢？因为其实它还是有风险在的。第一，最大的风险就是在资金，建设数据中心非常烧钱，但公司已经把有 IPO 融来的钱、银行授信额度以及大客户的长期合同，所以资金的压力比市场担心的要轻一点。如果它顺利的把这个数据中心堆建出来，未来的营收和估值都有机会翻到好几倍。所以我们不建议当下长期持有，但我们会持续关注这家公司的走向。有任何更新的地方，我们也会及时分享在分析群里。还有就是它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。现在 AI 基础设施的市场竞争激烈， WiFi 需要面对规模更大、资金更雄厚的竞争公司，就比如 CRWV、NBIS 等，这可能会导致市场份额和价格压力。在这里我们提一下母公司 BTBT，
原来的名字呢叫做点牛金融，作为纳斯达克中国车贷第一股，他家业务也涉及 P2P， 但是在19年的7月31日，这个点牛金融啊，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，被上海的警方立案侦查，涉案的账户遭查封，并且刑拘了17个人。也是同年的11月4日，因为满足交易所的要求，被纳斯达克暂停了股票交易，一直到2020年，公司处置了 P2P 业务之后，改名为 PTPT， 重新挂牌上。所以我个人对这家公司保留一定的看法，因为之前有专门做空他家公司的机构，说他家虚假宣传国内的挖矿政策。大家觉得这家公司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